我大学是念建筑，我会选择念建筑，还是因为对于传统建筑从小就觉得很有趣。小学念的学校是台南很老的一所小学，那国中念建新国中，高中念台南一中，校园内都有很多的老建筑物。当然最终呢，还是因为小时候回到祖父母家，住的就是合院式的传统建筑，那种空间情境跟我们平常的生活经验很不一样。进了研究所之后呢，开始进行有关传统建筑的研究。当时就一直在想，工匠就是当时盖这些传统建筑最主要的人，他们到底是如何盖这些房子，他们的技术到底又怎样养成。在2012年的时候，文化部修订了一个办法，要求修复古迹历史建筑的传统匠师必须具备一定的传统技术的能力，才能取得资格。于是我们就开始规划相关的规范跟配套，包括怎样做能力检定的工作。做了之后，我们又发现，我们若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，似乎还是不够。这些传统工匠，他们逐渐在凋零，他们虽然拥有很好的技艺，可是后继无人，学习的管道也产生严重的断层。于是我们一直在思考，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，要如何进行人才的培育。那除了建置一个能够真正培育年轻世代的传统工匠的工坊之外，我们又该如何跟学校的教育接轨？于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要回到教育扎根的工作，回到教育的本质，回到技职教育强调务实致用的特色。我们从2019年开始，依据技术及职业教育法启动了技职教师的培训。在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，请老师们到工坊，让他们了解什么是文化资产的修复，什么是古迹修复，这里面有哪些专业的知识跟技能。本来都以为学土木、学建筑的这些老师，他们在教学现场应该对这些事情是很有概念的，甚至对于艺术类科的老师，我们也办过彩绘、泥塑的培训，也都以为他们是有基础的。但其实不然，原来他们在这个领域非常需要有人给予专业上的支持跟资源。透过培训的过程，我们让老师看到的他们所教的专业原来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可能性。但是要如何将文化资产修复技术的基本技艺带回到教学现场，我们就思考到应该要透过深度研习。除了让老师们了解这些知识跟技能外，由于老师都有撰写教案的能力，也有课程设计的能力，如果能够发展文化资产修复技术的教案，就可以变成我们很重要的资源。到目前为止，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年，借由深度研习已经发展出80个教案。利用这些教案，我们进一步办理高中职学生的职涯探索课程，让学生到工坊来，透过教案认识到文化资产修复技术。很多学生原来对这些事情并不是那么熟悉，或者根本不认识，可是因为接触了以后，甚至告诉老师说他觉得这个工作好像是未来他可以做的事，甚至愿意投入这个专业。借由深度研习，我们一方面培育了种子教师，一方面更培育了未来的新的人才，而这样的预期效益已经逐渐的浮现。透过这样的经验跟过程，我们认为人才的培育应该持续往下扎根，而且应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即使现在才只是跨出了一小步，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大的影响。教育是10年树木100年树人的工作，我认为我们从事教育的工作，不应只是培养学生将来就业而已，更应该培养他们养成努力把事情做好的态度，把职业当成事业，当作使命，甚至成为志业。这是我们对教育的自我期许及未来的展望。